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，能源是现代生活的基础，在能源领域寻找长期投资机会是一种明智的做法。Enbridge 和 NextEra Energy 等公司拥有多元化的业务模式，包括可再生能源，可以助力长期增长。目前，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有吸引力，且提供股息和股价增长潜力。接下来这条。美国股市周五早盘开盘小幅变动，此前受到公司盈利和通胀数据的推动，显示通胀有持续降温的迹象。随着华尔街压住美联储将于9月降息，投资者应该在哪里买入市场？接下来，副总统贺锦丽在北卡罗来纳州集会上公布了自己的白宫经济议程，重点关注平价住房、育儿和食品价格过高问题。下一条，美国7月零售销售强劲。失业救济申请减少，表明美国经济具有韧性，通胀压力逐渐减弱。英国失业率下降，工资增长放缓，而欧元区生产率连续6个季度下降，就业增长放缓。与此同时，对经济担忧导致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少。下面这条，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似乎无视西方能源制裁，推进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工厂的扩建项目。下面这条，近年来，人工智能 AI 推动下，华尔街牛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，尤其半导体巨头英伟达 NVDA 受益最大，其 H100 图形处理单元 GPU 成为运行生成式 AI 解决方案和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行业标准。英伟达对其硬件的持续创新投资应有助于其保持 GPU 优势。让我们关注，买方需自行支付房地产经纪人费用，且需在看房前与经纪人签订详细合同。此变更旨在增强透明度，但买方可能面临增加的经济负担和挑战。让我们关注，英伟达在人工智能热潮始终处于领先地位，但 AMD 在下半年有望超过英伟达，原因包括英特尔面临困境，为 AMD 打开机会。AMD 在数据中心 GPU 方面迅速增长，已达到公司收入的1半。下一条，美国中学生间流行摄入能量饮料，以应对繁重的课业及课外活动。然而，大量摄入会导致焦虑、癫痫发作等健康问题。美国儿科学会建议青少年每日咖啡因摄入量不超过100毫克。接下来这条，黑客可在3小时内入侵公司网络，窃取大量数据并造成破坏，而防御方无法及时发现和阻止。下面这条，传奇律师大卫·博伊斯受达美航空委托，将针对微软和 CrowdStrike 公司提出诉讼，指控其技术故障导致航空公司损失惨重。博伊斯此前曾代表联邦政府打赢微软反垄断案，轰动一时。接下来，卡马拉·哈里斯竞选总统的经济纲领有2条，第一条是拜登·哈里斯政府的执政记录，第2条是他自己针对选民不喜欢拜登·哈里斯执政记录的部分内容制定的修正方案。这可能会奏效，这位副总统赶上了好时机，因为拜登执政期间最大的经济困境通胀正在恢复正常，而关键的未定选民正在做出决定。哈里斯自己的计划显然旨在弥补选民认为拜登失败的漏洞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伯克希尔·哈撒韦买入 Ulta Beauty 690106股股票，价值约 2.66 亿美元。这一举动表明伯克希尔·哈撒韦对 Ulta Beauty 的认可和该行业的前景看好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